嗨，大家好，我是瑞恩，欢迎来到百叶谈的第一期。跟各位好久不见，没想到距离上次对着大家讲话已经过去那么久了，我也不知道怎么解释消失这段时间，自己去做了什么，姑且就算是在一边浪费一边整理人生吧。总之就是发现自己的人生需要一些调整，不管是时间的分配、目标的重心，以及一些关于自我向内的优化。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我决定停止去拍摄那些 vlog 一类的东西，一是觉得自己的生活并不丰富到值得以那种方式进行记录，况且自己也不太有兴趣去回顾；二是觉得生活的当下应该用大部分的时间用第一人称去感受，而非以第三人称去记录。两者对我来说产生了很大程度上的冲突。当然，我平时还是会在社交账号上 po 一些日常的动态，但那占据不了太多时间精力。而如果有非常值得关注的题材，我可能更愿意以纪录片的形式把它呈现出来。前两天赶在2021的末尾写了一小段文字，本来想总结一下这一年都干了些什么，但发现过去的这一年非常的破碎且无趣，并且长期处在极度的低落和阴郁的情绪之中，被生活推着走的暗淡的日子也就没什么好拿出来分享的了。于是我放弃了总结，转而发了一通牢骚。我可以给大家读一下这段文字。虽然知道所谓跨年只是日期往后跳了一天，一切还会是老样子，但不免俗想说一些平时不会说的话。今年还是如此颓丧混乱的一年，2021就像是2020的复刻与延续。关于现阶段的人生，不能说是一事无成，至少也是计划失败。为了追求一些东西，不得不舍弃另一些东西，但是既没有追求成功，也没有舍弃完全，就变成了现在这副别扭的处境。知道想做的事开上正轨之后就会轻松许多，但把它推上轨道就会似乎要耗尽我的全部财力和精力。很难说即将到来的下一年，自己会顶着压力继续往前，还是摊开双手开始摆烂。最真实的体会是，我们身旁理所应当拥有着的一切，就像装进破洞的牛仔裤口袋，以为东西一直会在，趁着不注意的时候就不见了。世界从来没有承诺我们平安健康，是我们一直以来被保护得太好了，以至于产生了浓厚的错觉与虚浮的预期。这一年里，人类仍在经历着史无前例的停摆、破碎、伤害、失去，然而我们还是获得了另一些宝贵的东西。我想，经历了这一切的我们，好歹能稍稍学会对一切心存感恩，而不是 take for granted。越是措手不及的小确幸，越有治愈的感觉。一旦开始用超越旧有的视角重新审视同样的东西，习惯用另一种眼光从另一面看待事情，就觉得世上的东西都是中性的，没有绝对的好，也没有绝对的坏，不会轻易陷入舆论与环境带给独立思考的压力，也难以受到他人对某些事物潜移默化的污名化的洗脑灌输。至于新年的目标还是没有变，养活自己和理想，体验生活和身份，离美和真理更近一些。希望新的一年，我们每个人都能按照自己对人生、世界、道德的理解去活着，不指责他人，也不受他人指责，不侵犯他人，也不受他人侵犯。这便是我此刻能想到的最好的祝愿。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耐心听完这通牢骚？内容大致上就是对即将过去的2021的嫌弃和一点点怀念，以及对即将到来的2022的不安和一点点期待。说到跨年，不知道为什么，今年的跨年氛围似乎特别惨淡，或许是由于一些物理上的隔离，使人无法大规模聚集庆祝，但更像是因为经历过2020到2021的失望、困惑与悲观，大家对世界会变好已经不再抱有太大的期盼。渐渐有些觉得元旦也只不过是日期上一点小小的变化罢了，就跟其他的日夜交替一样普通。好在人类有强大的自我调节功能，这个世界越处于一种危险而不可控制中，我们也越能借着这个被人为制造的时间节点来抚慰自己的心灵。我也是这样，在2020的最后1个小时里，我还躺在床上看着因为时差而只剩下录播的跨年晚会。到了往年激动人心的倒数环节，我也就抬起手腕看了几眼手表，看着秒针绕回经过无数次的地点。确实，那种他人通过环境影响赋予每个人的关于跨年的意义已经不复存在。我们需要各自找到跨年对于自己的意义。关于今年跨年，我的一点小小的仪式感，算是把自己留了2年的长发剪掉了。由于2年没有踏进过理发店，这次剪头发的过程中，心理上变化尤为强烈。
对于即将发生的变化，从强烈的不安变为强烈的欣喜。这也是我希望自己对于如今的世界尽量抱有的心理状态。虽然我已经不再觉得进入新的一年这个变化本身会给个人和世界带来什么实质性的改变，但也许心态上的重启已经拥有足够的意义。你看，我竟然重新开始想跟大家聊天，这对我来说已经意义非常重大。思来想去，或许我还是无法放下这种与人交流的机会，特别是在现在这种封闭的状态下，又刚好一个人身在异乡，与人建立连结显得尤为珍贵。不知道世界这样令人沮丧的处境还会持续多久，但总之，我还是希望继续找到属于自己的让交流存活下去的方法。可能仍然值得庆幸的是，疫情发生在互联网被发明出来之后，因此人与人在物理上的隔离并不会过多的造成心理上的隔阂。只要我们想，我们还是可以在精神上伸出手去抓住对方。2022可能仍然会是一个在人类历史上很疯狂的年份，但我还是想与各位互相勉励，在新的一年，大家也要像过去坚持下来的自己一样，继续对着巨大的凝固的庸常发起冲锋。最后讲讲关于这个栏目，主要就是我在这里跟各位聊天，大概会分享一下生活日常，然后关于一些时事话题的个人观点，可能也会有一些书评、影评之类的，就像大家造访我的秘密基地一样。当然很欢迎各位把评论区和私信当成你们的树洞，什么东西你想说的都可以发给我，我看到后大概都会回复。或者有什么东西想分享给我听听看，包括我在内的不同人的意见，也欢迎投稿给我，就把我当成一个随时可以打开话题的网友，因为我相信沟通本身就有价值。我不希望在互联网时代还在当一个固步自封的家伙，那样也太不酷了。至于为什么这个栏目我要取名叫做白夜谈呢？也就是因为聊着自己喜欢的话题，正聊着火热的时候，应该没有人希望突然的天黑中断了这种兴致。天永远不黑，交流永远继续，这就是我对人与人交流的一种美好的想象。感谢你陪伴到这里，我是瑞恩，期待我们下一次见。